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是我从以前就一直很想要来的。这里呢是庞贝古城。想当初在大概8、9年前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庞贝的电影，诉说了这整个历史之后，从那一刻我就一直对庞贝的历史很好奇，然后很想要来这边参观。现在呢，终于来到这里了。那我先来去买票了。进来庞贝古城这边呢，它还会有附送一份这边的地图。那这里的门票是18欧元，有点小贵，不过为了要看一下我梦想中的这个城市，还是得花一下这个门票费啦。先跟大家简单述说一下这个历史。公元6世纪以前呢，这边曾经是古希腊人很重要的一个据点，然后一直到西元前大概80年的时候，被古罗马人占据了这个地方。那这里也是成为了古罗马的第2大城市，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那一直到了公元79年的时候，在这边发生了一场火山爆发，就是我身后方的这边，这里看到有一座山，这个呢就是苏维埃火山。在当时公元79年8月24号的时候，这里有一场火山爆发，把整个附近的村庄啊、城市全部都吞噬了。那光是在这个庞贝古镇这边，它整个除了是夷为平地以外呢，至少有5000个人丧失生命。以当时的城镇的规模，5000人已经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了。首先我们过来的这边呢，这里就是庞贝剧院了。看一下，非常大型的一个罗马的剧院，哇，它还原的程度很好诶。早期其实应该都是已经沉没在这个火山底下了。那这个都是他们就再次还原的一些构造，已经不是最初原始的那种场景了。大型的庞贝剧院呢，在当时是可以容纳5000个人，一直到公元79年8月24号之前，大家都一直过着非常和平、快乐、富裕的生活。但是一夜之间变了调，整个城市都没了，大家可以想象吗？这算是我们看过那么多的这种古罗马剧场，还是古希腊剧场，保存的算是非常完整的一个火山砾的岩石下所挖出来的这种考古的场景。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整个庞贝的市镇，从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了。这里就是整个庞贝的城市，从剧院直接看到了苏维埃火山。当初呢，就是火山爆发，把整个庞贝都吞没了。看一下，好像距离还很遥远，这个火山岩浆串流的速度根本来不及逃跑，就这样一夜之间，整个城市就没了。大型的剧场旁边呢，这边有一个小型的剧场，感觉就是小巨蛋，隔壁那是大巨蛋。当时的人对于火山并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们一开始感觉到火山有一些冒烟的情况的时候，还没有觉得是有什么灾难的感觉，一直到火山喷出了很多石灰的时候，还有一些火山砾的时候，他们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那其实如果当时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赶快迁城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这还可以逃过一劫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没有火山的这种概念，说只是山里冒烟轻微的一些事情嘛。虽然说已经有一些地震了，不过他们觉得还是没有太严重。一直到苏维埃火山开始喷出了大量的岩石的时候，他们才惊觉到这个严重性。不过那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个岩石已经开始着落到整个城镇这边，击毁了所有房子。那一直到傍晚时分呢，火山终于爆发了。一开始的火山砾就已经先吞噬了山脚下的第一个村庄。当整个岩浆爆发出来的时候，直直的就朝着庞贝古城这边流下来，把整个庞贝古城全部都淹没了。这一个非常振兴的城市，就在这样一夜之间全部给销毁了，非常的可惜。目前看到的全部都是考古出来的原样，非常的惊人，竟然还可以考古出
这么完整的东西。当时的古罗马人他们的房子就像这样，一小间一小间的，感觉就都是一个套房而已。这边就可以从背面看到这个市井区，算是比较远的富人街，算是豪宅区吧。来到这边呢，这就是一间豪宅了，这么大一间，这间房子出土的时候还非常的完整，连这些瓷砖啊、壁画、地砖啊，这些竟然都还在，超神奇的。里面竟然还有发现这个恐龙的踪迹耶！我们一路看到了有很多这些小房子，它里面都是有一些平台啊，一些像炉灶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像是商店啊，还是餐厅的感觉。这间又保持得更完整了，整个里面的画作还是非常的鲜艳，然后就连里面的雕像都还保存着。这一栋大房子感觉已经是比较后面的了，我们已经快要走到庞贝古城的最后方。这一间呢，感觉就没有被损坏的那么严重，它甚至是连屋顶都还在。在它房子里面的这些壁画，真的蛮神奇的，已经超过2000年的文物。这间主要是以壁画为主的风格。看一下这间大房子。里面也是有自己的庭院。从刚刚那间大房子走出来呢，就是最重头戏了。庞贝古城算是最完整的一个文物。那这边呢，就是古罗马的这种竞技场，超级大的一个的。据说它这个竞技场呢是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这个非常壮观。竟然还有保留这么完整的一个竞技场。这边应该就是斗士要进场的地方，竞技场的入口处。我还以为它是封着不能让人家进去的，竟然还是有开放的。今天的这个票价非常值得，有很多很有看头的东西。这个通道呢，就是当初一些斗士，算是他们的休息区、等待区。然后观众就在上面做他们的另外一种竞技游戏。我们现在就身处斗兽场里面了，看一下这么大，非常的壮观。第一间这种大型的建筑呢，就在斗兽场的对面，这边是一间大型的体育场。看一下这边，有点像是奥林匹克那种感觉。体育场里面就有很多这种考古出来的文物，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有被火山给击毁的感觉啊！我们现在走过来剧场的另一边呢，这里是一个古罗马的浴池。古罗马人最喜欢在这种浴池里面洗澡，非常大间的一个浴池，洗澡、泡泡三温暖。然后一场 business 就谈下来了。哇，这个就是当初在洗澡的人，洗到一半就被火山给吞噬了，火山的岩浆瞬间变成雕像。浴池的那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呢，这里就是庞贝的最大的广场，算是庞贝的老城区吧。还有一个半脸的雕像，这是青铜器时代的这种雕像。有一些人就是躲在这个神殿里面，默默的等待死亡。那在这一区也还有许多尚未公开于世人的一些古代文物，全部都保存在这边。
这里呢有两派的学说，偏向于学者这一方面的学者呢，是觉得庞贝是在公元79年8月24的时候火山爆发的，但是另一派考古学家认为时间点是错误，他们推算当时的火山灰应该是10月的，所以应该是10月24号。那到底事实上是哪一个，其实都不是重点，重点呢是可以让我们经历这场非常壮观的历史考古之旅。这应该是看过那么多个考古场景最完整的一个吧。整个古罗马第2大城市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毁掉了。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文明再繁荣，只要地球一生气，所有的文明都会毁于一旦。我们今天影片就在这个庞贝古城的雕像这里做个结尾了。在庞贝古城外面这边呢，有很多这些商店，都有卖岩浆龙眼做出来的一些产品。龙眼敲出来的，里面像是这样亮晶晶的，像水晶一样。